千禧年，身为河山大才子的你，不仅是市长身边的大红人，还是24岁的副科干部。可好景不长，一次动荡，市长被纪委立案调查的同时，你也被带走，经历了长达23天噩梦般的调查。而现在，随着你走出酒店大门，周围人都对你幸灾乐祸，毕竟旧臣不用，在他们看来，你已经是一枚废子。可你丝毫不慌，只因从20年后回来的你知道，大局翻转的时刻已经到了。此刻，河山市新任市长的办公室里，副秘书长聂海涛正站在那里，半低着头，默默承受着一个30多岁漂亮女人暴风骤雨式的厉声训斥。堂堂一整个秘书班子，花了整整1。的早不如来的巧，看来他的咸鱼翻身已经是指日可待。10分钟之后，张卫东准时出现在了聂海涛的面前，那一身笔挺的西装，皮鞋油光锃亮，再加上那有些英气逼人的神采，特别是他那自信满满的眼神，直接让聂海涛惊呆了。眼前的张卫东前途尽断，竟然还比以前多了几分成熟和自信，这是个什么情况？顾不上多想，他皱了皱眉。咱们邹市长有一份发言稿，明天就要用，你务必在晚饭之前给我赶出来。张卫东自信一笑，从怀里掏出一份带着机器温度的稿子，递给聂海涛。聂海涛简直难以置信，惊疑不定地看着张卫东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张卫东一脸老神在在，示意他看稿。聂海涛粗略地浏览了一遍里面的内容，越看眼睛越亮，最后刮目相看地拍了拍张卫东的肩膀。行啊，卫东哥，没有看错你。说完，他兴冲冲地带着稿子走进邹小燕的办公室，可很快他又黑着脸出来，对着张卫东低声吼道：“张卫东，市长要见你。”张卫东笑容不变，心里长舒一口气，他要的转机来了。在聂海涛的带领下，张
婷婷还担心你过不了这一关，正准备去河山看看你呢。现在看来，我们两个都多虑了。婷婷也这么见不得我好啊？这死丫头是不是又是欠抽了？张晓东，你这个没良心的，你知不知道这1个多月里，我跟月月因为担心你，都瘦成啥样子了？你都出来多久了，也不给我们打个电话报报平安，还要等着我们2个女生先打给你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啊？张卫东嘴上调侃着，可此时他的心里却是涌起了一阵阵暖流，眼眶也不由一阵湿热。俗话说，树倒猢狲散，墙倒众人推呀。那些曾经极力巴结奉迎自己的同事，如今有几个不再用幸灾乐祸的眼神看着他？而这2个豪门千金，在他张卫东落魄的时候，居然还能给他一句这么暖心的问候。我们2个都光顾着担心你了，哪还有心思去记什么破日子啊？
不必担心。此时，一支5、60人的队伍沿着市府大道，朝着大院方向潮水般涌来。前面几组人用竹竿挑着红底白字的横幅：“我要吃饭，还我工钱。”听到那震天的口号声，刘明心中不由一阵紧张。别说是让他们去大院了，就算是一直这么停留在大街上，这影响都够他这个派出所长喝一壶了。刘明直接下了车，站在人群面前，厉声喝道：“你们想干什么？”可所有人都一丝不动地站在原地，只是齐声喊起了口号：“我要吃饭，还我工钱。”刘明忽然发现人群里并没有总经理张海洋的影子。你们公司总经理呢？张海洋在哪里？这个家伙唆使着工人出来闹事，自己却做起了缩头乌龟。从昨天接到这个任务开始，刘明就做过了许多个方案，可是他唯独没有想到，这个张海洋居然跟他玩这一套。一时间，却不给我们1分钱，公司一直在垫资，最后贷款都贷不出来了。可是我们这些人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，一家人的开支全指着我们的工资啊！你们这些当官的，你们想让我们怎么活？就是啊，以前是姓杨的当市长，可他以各种理由不给公司结算，现在好了，他进去了，总该给我们结算了吧？可没想到前2天公司派人来找这位新来的市长解决，可他又是以各种理由推三阻四，这样的市长到底是不是来为人民服务的？谁都听得出来，他们发难的对象就是面前的女市长。邹小燕不得不再次走到了前面。各位工人师傅们，你们能不能好好的听我说几句？邹小燕用了最大的耐心，也是用了极其哀求的语气。据我所知，
好了，都给我安静下来，认真听张秘书讲话。场面果然就安静了许多，但下面的议论之声却是没有完全停下。下面我先陈述几个事实。首先，这个项目的合同双方是河山市大院跟河山园林建筑公司，与你们没有1毛钱关系。别跟我扯公司，有你们一份。张海洋给你们分红吗？你们没有领到工资，那是河山园林建筑公司的事儿，与我们无关。你放屁！你们不给。不错，不错。领导走了，韩振邦的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。他走到张海洋刚才站的位置，冷冷的哼了一声，连招呼都没打，转身就回了市委大楼。一场风波看似平息，但张卫东知道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。果然，当天下午，一则更劲爆的消息在机关大院里炸开了锅。张海洋被抓了，不是因为讨薪，而是因为经济问题。张卫东坐在办公室里，品着刚泡好的茶，神情淡然。聂海涛风风火火地冲进来，门都没敲。今天他就倒了，哪有这么巧的事？聂海涛压低声音，神色紧张又兴奋。而且听说是省厅直接下的令，连夜查的账。卫东，你跟我交个底，你是不是搭上省厅的线了？聂哥，有些事儿知道的越少越安全。你只需要知道，邹市长的危机解除了，这就够了。聂海涛盯着张卫东看了半天，最后长叹一口气，竖起大拇指。微小会议室里，韩振邦把茶杯摔得粉碎。废物，全都是废物！张海洋这个蠢货被人卖了，还帮着数钱。坐在他对面的是市局局长宋庸军。宋庸军一脸苦相，擦着额头上的汗。韩书记，这次省厅直接插手，我也没办法呀。而且据说掌握证据的人背景很深。背景深？
摔在邹小燕面前。邹市长，我想请问，昨天的群体性事件为什么会演变成现在的样子？张海洋是我们市的优秀企业家，现在被莫名其妙抓走，企业停工，工人再次聚集，这个责任谁来负？邹小燕面色苍白，显然没想到韩振邦会倒打一耙。振邦书记，张海洋是因为经济犯罪被省厅带走的，这跟昨天的事有什么关系？怎么没关系？如果不是昨天有人故意刺激张海洋，激化矛盾，省厅怎么会恰好在这个时候动手？邹市长，你的秘书张卫东昨天的表现可是很抢眼啊！我听说他还威胁了张海洋。所有人的目光瞬间集中到了列席会议的张卫东身上。张卫东坐在记录员的位置上，神色平静如水，甚至还冲韩振邦微微一笑。你笑什么？这里是常委会，严肃点。韩书记，我只是觉得您说的对，张海洋确实是优秀企业家，所以他的账本才更应该查清楚，免得冤枉了好人，也免得辜负了人民的信任。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既然韩书记这么关心张海洋，那我这里有一份礼物，想送给韩书记，也送给各位领导。张卫东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 U 盘，轻轻放在会议桌的转盘上。韩振邦的瞳孔猛地收缩。这里面是张海洋这10年来的所有行贿记录，还有他和某些人之间的沟通录音。哦，对了，还有银湖公园项目虚增造价的详细拆解图。全场哗然。韩振邦脸色煞白，猛地站起来，指着张卫东：“你这是造谣，是污蔑！邹小燕，这就是你带出来的好兵！”邹小燕也被惊呆了，她没想到张卫东手里竟然握着这种核弹级的东西。是不是造谣？韩书记听听不就知道了。张卫东拿起 U 盘，直接